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这一集美食评论开箱，要带大家到另一间我没去过的餐厅，模拟米其林密探为餐厅打分数的方式，来开箱美食评论的过程，并且介绍这一间餐厅。今天的主角是位于新加坡的 Born。这家餐厅啊，我已经期待好久了，是我这次规划新加坡旅行的时候最想去的一间餐厅。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是 Zor Tan 陈江挺主厨第一间个人餐厅。而 Zor 主厨是谁呢？他是马来西亚华人，而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师傅，叫做江振成。Zor 就是Chef Andre最信赖的左右手，台北若的第一任主厨，以及澳门川江粤的第一任主厨，都是Chef Andre亲自指定他担任的。也因此，我认识Zor主厨蛮久了，也可以说熟悉他一路以来的烹饪风格，包括他在 Restaurant Andre 奠定的法式 Fine Dining。还有在若发挥的摩登创意，以及在川江粤学习的川菜新香，还有中式技法。Born 可以说是以上的集大成，也像是 Zor 主厨的人生走马灯。那你可能想问 Liz， 你认识 Zor 主厨这么久，你还能公正客观的评论他的餐厅吗？那我必须说，我的确原本就很喜欢 Restaurant Andre 啊、Raw 跟川江粤等等餐厅，我一直都是 Chef Andre 的粉丝啦。但我更必须说，Zor 自立门户之后表现得非常好，无论是由食物、服务、氛围这三大重点的哪一点来看，都呈现一流的水准。让我们再回到米其林的5大评选标准，根据这几点来看，我认为 Born 在第2点、第3点跟第4点的表现特别优秀。那 Born 是在2022年6月开幕的，没有赶上去年新加坡米其林的评鉴，但今年应该摘星有望。而且亚洲50最佳餐厅已经在今年率先予以肯定了。Born 今年初次入榜就打入亚洲第36名，非常恭喜Zor主厨与整个 Born 团队。在进入菜色介绍以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拿到的菜单啊，没有食材或烹调的介绍，而只有菜名跟故事。那 Fine Dining 餐厅的主厨做菜往往是个人的创作，诉诸于自己的成长背景还有所见所闻，他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但有时候太多的说故事反而会让人厌烦，那这时候你就要靠料理来说服人。故事说得再好，都比不上菜做得好。而我认为 Born 从开胃点心就很有说服力。Starting with our opening pickles and snacks course. Born 的开胃点心非常精彩哦，一开始就连上6道小菜，像是火力展示一样，棒棒棒，展现一系列的精工细作。那像这一开始的3碟泡菜啊，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受到川江粤川菜的影响哦。那在这边呢，我特别喜欢一道紫苏冬瓜，这个是冬瓜，用紫苏的醋腌制过，但它非常的精细哦。看它表面的这一层亮漆，其实是一个薄膜，然后完全的紧密包覆住这个冬瓜，晶莹剔透，很搞刚。首先它入口的时候就是有一层薄薄滑滑像是丝绸的口感在你嘴巴里面滑过，就是一道非常精巧，口感很细腻，然后又充满了酸甜开胃鲜香的一个泡菜。接着一道鸡皮千层派又非常搞刚，然后这个鸡皮是比较多工的一道菜，因为要把很多层的鸡皮，差不多45层到50层叠在一起，然后差不多这个东西要差不多3天才会做成，因为45层哦，你没有听错。首先鸡皮要用水跟盐来清洗，然后它是用香料 garam masala 来调味。这个鸡皮中间则是夹着烤茄子泥，上面还装饰着鱼子酱、香菜苗，还有腌制过的红葱头。鸡皮三明治，这个感觉要一口吃掉才行。这一口啊，不知道是多少个小时过去那鸡皮本身非常的香酥，一点也不油，它有厚度，所以口感是有点硬实，但是非常酥脆。那茄泥呢，就有一点点烤过的梅纳反应的那一种香气，然后再加上一点鱼子酱的鲜咸，一口吃进去，哇，又是整个开胃。我也很喜欢接下来的这一道鲍鱼，它配上的是烧椒酱，
这里又看到了川菜的影响。然后烧椒酱还有什么调味吗？就这样就是盐糖，然后辣椒，我们用那个2金条。对，就这样子，就这样，然后还有鸡汤，其实是还蛮基本的一种酱料，但是它这边呢搭上了新鲜的鲍鱼，然后这个鲍鱼是用昆布跟日式高汤煨煮6小时到软嫩，它把这个烧椒酱做得非常的优雅，那个口感是很细腻，然后有鲜美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再配上鲜弹的鲍鱼，是一道简单但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海鲜料理。好喜欢哦，好好吃。接下来看到2个圆筒状的薄片，这个你以为像是牛肉干、猪肉干的东西，其实是用鱼肉做成的培根哦。它是把淡水鱼经过冷冻片薄，再风干油炸之后才做成的这么特殊的鱼培根。那它的调味呢是用保宁醋，又是四川的味道，保宁醋、糖，还有自家制的川味红油，还有一点点的白松露油。这是一个肉质的概念，但是用鱼来做，而且是酸甜酱汁，糖醋鱼把它做成肉质，然后用西方的概念去理解是鱼的培根，很多个不同的概念的转换。那为什么会想用鱼来做培根呢？是因为 Chef Zor 他是在马来西亚的霹雳省这个渔村长大的。那他的父母开的饭馆里面呢，有一道美人鱼是油炸的胡瓜鱼。那这也是马来西亚这种杂菜饭店常见的一道菜，他就用这个鱼培根来向这个美人鱼致敬。还有一道我非常喜欢的开胃点心是蜂巢芋饺，这里就看到中式点心的技法了。那这边呢用上的是芋头，要把它蒸熟捣碎，混合全麦面粉跟猪油来做成芋饺皮。那这个芋饺皮里面包入的馅料不是传统的猪肉香菇馅，而是咸蛋卡士达。最有趣的部分是上面还要刨上假的乌鱼子，在菜单上你会看到 Botaga 这个字是被引号起来的，表示它是假的。这是这道菜的 Botaga，是哪里的 Botaga？新加坡产的。哦，新加坡有？没有，这是我自己做的。新加坡产没错。咸蛋 Botaga。这就是用咸蛋做的，好像哦，超像的哎。然后就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咸蛋你怎么弄？你就把它。那这个假乌鱼子，它是用咸蛋黄跟水还有盐来混合，塑形之后风干至少24小时，最后刷上了酱油，所以它同样也有乌鱼子那种鲜美回甘的感觉。那为什么会做这道蜂巢芋饺呢？其实又跟做主厨的妈妈有关，他的妈妈以前会做芋头椰糖泡芙，而他就去致敬这个小时候吃的点心。这个就是我也很爱做的一点，就是他真的很有巧思，做主厨很擅长融合不同文化的饮食风味，展现其他地方没有的创意与巧思，做出烹调精准的好味道。这就是我所说的符合米其林5大评选标准里面的其中3项。进入正式菜色对我来说也几乎是全雷打了，但我想要跳过头2道菜，而直接进入这一道菊芋，是 Chef Zor 最喜欢的根茎蔬菜。这道菜是菊芋作为主角，然后它有一点烟熏的味道，然后配上百合根，是生的，非常清脆，然后很甜，一咬下去就是爆开来的清甜。它是把菊芋做成泥，先把菊芋跟焦化奶油还有鸡汤来一起慢煮，去皮之后再跟鲜奶油一起搅打，然后用盐跟糖来调味，然后放入虹吸瓶中，把它挤出来做成 espuma。espuma 是什么？它是西班牙语里面的泡沫或气泡的意思。那在这边用上的是虹吸瓶，把液体注入之后挤出来，就可以在不使用乳化剂的情况之下产生泡沫，还可以保证食材的纯正风味。最后在桌边刨上了白巧克力，而我非常喜欢这种菊芋本身带一点中式药材还有土壤的那种铁锈味的那种气息，然后这边配上的新鲜百合根完全可以尝到它的甜跟脆，就跟菊芋这个比较深邃的味道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它的菊芋皮也没有浪费哦，这边它做的是有点像是糖片一样脆片，很甜。所
Again, we'll be entering a tribute to the legendary Chef Andre Chiang with chicken liver, smoked oil, and morels. 那大家知道江振成主厨最有名的一道招牌菜是一个鸭肝布丁，然后上面有松露酱。那这一道这个鸡肝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他把松露换成了羊肚菌，也是有菇蕈的鲜美的香气，然后味道很像，但是又不一样。那 Chef Zor 他就用鸡肝来着手。那这个鸡肝呢，它先浸泡在牛奶里面，去除油脂，再跟鸡蛋、奶油还有盐、鲜奶油一起打，然后蒸到定型之后呢，再淋上烤鸡汁、跟芹菜，还有切碎的羊肚菌。那这又是一道很温暖，然后 creamy 的料理。然后鸡肝的鲜美，还有肝本身的那种浓郁的风味被发挥得很好。那他也把鸡肝这个很平凡的食材来做的让人有奢华的感觉，是可以媲美鸭肝的，但是又让人想到 Restaurant Andre 还有他过去受训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很有意义。接下来这一道菜啊，应该是我这个晚上的第一名。这是一道剁椒鱼头，这边做主厨选用安康鱼，蒸熟后，然后用备长炭烤一下。这道木耳跟安康鱼的菜我超喜欢。首先它的质感很好，口感很好。安康鱼肉质非常有弹性，它虽然比较瘦，但是那个嚼劲很好。然后木耳非常的脆，不是那种有韧性的脆，而是它可以很轻易的咬断，然后在你嘴巴里面非常的爽朗。然后呢，他用了泡椒，这个泡椒呢，他是自己做的，他用海南的黄辣椒，叫做皇帝椒来发酵它，然后跟大蒜混合，然后他还搭配了云南长白山的玉木耳，是一种白木耳。Oh, really? You have it above you and also in your Yes. tonight. 这道菜超香的，刚刚一搅开来啊，那个炭烤的香气，还有辣椒的香气就扑鼻而来。还有关键的酱汁是用鸡汤跟鸡油把它打在一起做成的乳化的 emulsion。哇，这个鸡汤真的非常鲜美哦，鸡油给它更浓郁的感觉，还有更丰美的香气。然后鸡汤本身真的很鲜，充满了动物的鲜，然后跟这个发酵的泡椒的酸味有了很好的对比。对啊，你好会弄辣椒。四川菜对你影响很大吧？现在蛮大的，所以我喜欢吃。你很喜欢对不对？不吃麻，但在做了川菜之后，那个麻是很优雅的，很优雅，很优雅的，对，很优雅的。太销魂了，好好吃哦，太销魂了，销魂了。销魂。这些鲜味、油脂还有辣味互相的交织，互相有对比，在嘴巴里面共鸣出非常和谐的滋味，我真的很喜欢。吃到这里，Zor主厨的太太也出现了。听说是你帮太太坐月子的时候，就是她坐月子的时候煮给她滋养，因为其实在澳门的时候我才学到，就是他们都是用花椒啊或者海参啊来补坐月子。那在新加坡我们都是煮就是麻油鸡啊、红烧鸡的，所以我觉得不一样。麻油鸡也是台湾人。对。以后生小孩子可以享受坐月子的尊荣。真的，这个米其林3星等级的月子餐，试一下。那在鱼肚里面呢，它塞入了大白菜的边角料，还有烟熏鳗鱼。里面塞了烟熏鳗鱼，非常好吃哎，口感好好哦，外面又滑又嫩，然后里面就是有烟熏鳗鱼的香气，然后还有跟这个大白菜一起，大白菜真的给人一种很舒服疗愈的感觉。最外层再包上猪网油，然后把它煎香。那大家看到大白菜里面有包馅，有没有想到一个法式料理，就是高丽菜卷？所以这又是一个结合东方与西方的料理。 Your chef is plating the beautiful tang yuan filled with crab miso. The pink stripes are from beetroot, while the green are made from spinach. 这一道阿拉斯加帝王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那一颗汤圆。这个汤圆有3个颜色，它分别是用蟹黄的粉、还有甜菜根跟菠菜来做染色，内馅包的则是蟹黄。吃一下这个蟹肉汤圆，哇，外面这个
龙虾浓汤酱汁，好鲜哦。里面长这样。那这道菜啊，我在吃的时候，有一点觉得它像南洋的那种新加坡炒螃蟹那种感觉，但其实第一口喝到它的螃蟹酱汁，其实又给我浓浓的法国的感觉。小时候我爸爸是渔夫嘛，就是他会捕到一些螃蟹的话，如果说有时候好的话他就不卖掉，就留给家人自己吃，然后为什么会说 life gets better？ 因为觉得现在已经在上班了，然后比较有赚了一点钱，就是已经升级了，就从以前的那个螃蟹到现在可以吃 Alaskan king crab 啊、大闸蟹之类的。对。那旁边还有一个有趣的配菜，是用蛋白做成的鱼子酱，一粒一粒的，像鱼子酱一样大小，不过是蛋白。那还有一个搞缸的酱料，其实是鲔鱼大腹 Toro 的油。那这个 Toro 呢，它是把它逼出油分之后呢，再来调和罗勒油，所以也有一点清香，但是同时还是有鱼油那种丰厚的感觉。主菜不可免俗的是一道肉。而做主厨这边用上的是乳鸽，经过12天熟成，油封2个小时，然后带骨炭烤，最后用盐跟胡椒来调味。而他把鸽胸与鸽腿分开，鸽胸搭配的呢是一道大麦的 risotto。那这不是真正的 risotto 炖饭啊，它是用鸡汤来煮大麦，然后再混合马来西亚的珍珠玉米，还有葵花籽、白酒醋煮过的红葱头，还有风干番茄。那上面你看到还有一层薄片，这个是玉米薄片哎，你看它这个刀工多么的漂亮，它怎么样把它切成这么薄片，然后把它弄成圆形的高缸。然后呢，上面再覆盖了大波斯菊的花瓣，做成好像向日葵的样子。而鸽腿呢，是裹上了蒜味面包粉，另外沾上蒜味美乃滋来吃，非常刷脆哦。那这道菜象征了 Circle of Life， 因为它是想表现鸽子在玉米田里面吃谷物，有一个食物链的概念。进入甜点的部分，在一道桂花燕窝之后呢，来到了一道我非常喜欢的蒙布朗。没错，这个是蒙布朗的重新发明，底下有用糖渍过的栗子，还有黑蒜，以及栗子泥和焦糖。那中间呢有一球牛奶冰淇淋，而上面还有很重要的调味是炒过的米，还有用炒过的米来做成的鲜奶油泡沫，以及炒过的米打成的粉和黑蒜泥。那最上面这个莲花造型的黑色饼干呢，则是加入了竹炭粉做成的沙布雷饼干。好，那就是一道很有创意的蒙布朗。Techniques and influences. So sweet. 来吃一下这道超美的甜点蒙布朗的变奏。哇，用米来搭配栗子，同样有坚果的香气，有一种升天的感觉。升天，好夸张，但是真的很好吃。而为什么会用米呢？是因为做主厨认为米饭原本是中餐里面咸食的结尾，而这边他把它变成甜点，就又有另外一层意义。然后整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和谐，就是各种 creamy、各种坚果风味的相加。栗子也有坚果风味，炒过的米也有坚果的风味，然后黑蒜呢，则是增添一点点隐隐在后的鲜咸的味道，还有一点甜味。那整个搅在一起吃，就是在嘴巴里面开派对。我一直吃到这道甜点，我都还很有胃口，很喜欢这道甜点。So here will be 最后的 enjoy. Petit Four 也很有创意哦，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酸味是用沙棘果做成的果冻，甜味是 Ispahan 口味的莲子酥。Ispahan 是什么呢？它是法国甜点大师 Pierre Hermé 创造的一个经典的风味组合，玫瑰加荔枝加覆盆子，而用在这个莲子酥这边又有中西合并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那苦味呢，则是苦瓜夹心巧克力，辣味是辣牛油费南雪。虽然我已经很饱了，可是还是忍不住每一个都吃了。最后来人参的酸味，这个是沙棘 C Buckthorn 的软糖。今天真是从头好吃到尾耶，非常满意这一餐。现在才3月底，这已经是我今年的一个高峰了。
那最后总结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餐食材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地方，风味游走在中式、法式、南洋之间，味道融合得非常好，烹饪执行也都很精准，令人会心一笑的创意也不时出现，真的是很成熟大气的一次呈现。我也要来介绍一下餐厅所在的建筑物，这栋建筑大有来头，它的前身是金吉利沙人力车站。从1903年矗立至今，在2次大战前是一个很主要的人力车站，聚集了许多人力车车夫，很有历史意义。大家跟着我走进餐厅的时候，应该有看到高挂在天花板中央很吸睛的一个装置艺术吧？先告诉各位，这一件作品价值25万新加坡币。这个是荷兰艺术家 Peter Gentenaar 特别为做主厨与波尔餐厅构思的一件创作。它是一个大型的纸雕，前拳的皱褶象征着婴儿跟老年人的皮肤，因此它也有一个生命的循环 Circle of Life 的意义。那做主厨告诉我，一开始他没有跟这位艺术家说他的餐厅取名为 Born， 结果作品的意义竟然如此的吻合，真的很有缘分。以上就是今天的美食评论开箱，希望大家还喜欢。新加坡的 Born 餐厅很值得一尝，想要去的人记得提早定位哦。那也请大家继续 follow 我的美食旅途，我会继续开箱精彩的餐厅给大家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并且分享你的亲朋好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